在悬空岛屿上，一场原本可能引发激烈冲突的战斗，却在灵动的轻松化解下悄然平息。青衣男子等人并非愚昧，他们深知灵动的实力与日俱增，名声愈发响亮。尤其是在得知灵动已经击败了踏入2元涅槃境的石坤之后，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与灵动为敌绝非明智之举。实力是最让人敬畏的硬通货。秦森虽然面色阴沉，但他的怨恨并非针对灵动，而是投向了青衣男子3人。他现在才明白，这些家伙先前的沉默，实际上是在利用他来试探灵动的底线。青衣男子3人面对秦森阴冷的目光，虽然面色有些尴尬，但他们也明白，这次的事件可能让他们失去了一个潜在的盟友。在强者的世界里，每一个伙伴都是宝贵的，少了一个，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争斗中少了一份力量。莫林3人在下方目睹了这一切，他们相互对视，眼中充满了震动和不可思议。他们知道，如果这些消息传回大炎王朝，必将引起巨大的震动。大炎王朝虽然参与过多次百朝大战，但从未有过先辈能在远古战场中达到灵动这样的高度。他们心中不禁有些复杂，回想起半年前一同来到远古战场的时候，他们与灵动的实力还相差无几。而现在呢，短短的时间里，灵动已经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超越了他们，让他们感到既羡慕又唏嘘。半空中，灵动紧握着3枚宗派印符，他的目光却依旧锁定在那座山峰上的数道身影。他知道，这些人或许才是真正的西北地狱霸主。灵动曾在雷岩谷遇见过穆红灵，当时他对魔岩王朝的态度颇为不屑，现在他终于明白，原来他背后有着如此强大的背景。这一切都让灵动意识到，远古战场的水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而就在灵动目光因为山峰上那批人而微微闪烁时，穆红灵那带着些许妩媚的娇笑声便是传开：“灵动小弟，真是士别3日，刮目相看。没想到这才没多久的时间，竟然都被你混到这种地步了呀！”那数道身影也是闪掠而来，出现在了灵动前方不远处。穆红灵的出现如同一道亮丽的火焰，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她的红裙与精致容颜让无数人为之惊艳。然而当一些消息灵通的王朝和强者注意到他身边的几道身影时，他们的震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秦森等4大高级王朝的首领在一名白衣男子的出现下，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畏惧之色，并下意识地后退，显然是明白对方的不凡来历。灵动作为场上的焦点人物，自然也察觉到了这一幕。他的心中暗自思索，对这群来历不凡的人充满了警惕。尤其是那名白衣男子，虽然外表温和，但灵动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危险气息。这种感觉甚至超过了他之前与石坤对决时的体验。白衣男子的出现无疑为这场争夺战增添了新的变数。他的目光温和而深邃，与灵动对视时露出了一丝微笑，并向灵动致意，表示对灵动的大名早有耳闻。灵动虽然不确定对方的意图，但仍然礼貌的回应，保持着既不过分热情也不冷漠的态度。白衣男子身后的几人虽然对灵动的出现有所动容，但在得知石坤惨败的消息后，他们的态度也有所收敛。显然，灵动的实力和名声已经足以让这些西北地狱的强者们重新审视他的存在。穆红灵笑颜如花地将灵动给望着，道：“灵动小弟，上次你将姐姐粗暴地撵出了密钥空间，现在有没有什么要补偿的心思？”灵动面对穆红灵的热络态度，心中虽有戒备，但表面上并未表露出太多。他知道穆红灵这样的女子古灵精怪，行事难以预测，与她的交集总是充满了变数。尽管她现在表现的似乎对他们之间的过去并不介意，但灵动清楚，这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哎，原本姐姐还打算，如果在这远古秘藏中遇见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你一下的。不过看现在，似乎很难办到的样子了。穆红灵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穆红灵的慵懒姿态虽然看似轻松，但灵动知道她的实力不容小觑。1元涅槃巅峰的实力，在远古战场上已是非同小可。但面对已经击败石坤的灵动，穆红灵也意识到自己可能难以占据上风。白衣男子柳白的自我介绍让灵动心中一震，他终于明白秦森等人为何会对他如此畏惧。柳白这个名字在西北地狱响当当，是4尊霸主之一，更是涅槃榜上的强者。他的实力和影响力远非一般王朝和强者所能比拟。他温和的态度和礼貌的言辞让人感到亲切，但灵动知道，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柳白的实力和背景让他成为了场上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周围的人群中，柳白的名字引起了一阵哗然。他们或许早已听闻过这位霸主的大名，但亲眼见到他，还是让人感到震撼。柳白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远古秘藏的争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王朝之间的争斗，而是牵扯到了西北地狱最顶尖的强者。灵动心中明白，他现在不仅要面对秦森等高级王朝的挑战，还要应对柳白这样的霸主级人物。久闻大名，灵动目光闪了一下，旋即微微一笑，道：“几位来到此处，是否也是对这宗派遗迹有意思？”柳白笑了笑，目光却是看着灵动，道：“哼，这乾云宗能够成为那宗派联盟的护法宗派，的确不算弱。他们的传承倒也还行，不过倒也并非是非要不可。来这里，主要是想与你交个朋友罢了。”
随着柳白对灵动的重视和友好态度的展现，周围的哗然声再次响起，秦森等人的面色也不禁微微颤抖。他们没有预料到西北地域的这位大人物会如此看重灵动，这对灵动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认可。一旦此事传开，即便是高级王朝也必将对灵动敬畏3分，不敢轻易招惹。灵动对柳白的态度也感到意外，但他很快以笑容回应，表示自己的荣幸。两人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紧张对抗，反而显得颇为融洽。随着柳白一行人的离去，灵动心中也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远古秘藏的争夺比他想象的要复杂，连柳白这样的强者都没有绝对的胜算。柳白在离开前的一番话更是让灵动深思。他提到远古秘藏深处可能的再次相遇和合作，同时灵动也想起了之前遇到的严森，那个气息强大不在柳白之下的人物。西北地域4大霸主中并没有这个名字，这让灵动不禁猜测严森是暗藏的强者，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势力。灵动知道无论是柳白、穆红林还是严森，这些人物都不是易于对付的角色，他必须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随着灵动的转身离开，周围的人们也只能无奈地退开。他们清楚，经过这次事件，灵动的名声和地位无疑会进一步提升，恐怕更没人敢对灵动骄横了。而乾云宗的传承似乎真的要落入灵动和他的朋友们的手中了。柳白带领着一行人快速前往秘藏深处，身后的2位男子对灵动的实力和合作资格表示怀疑，认为他仅处于1元涅槃境，难以与他们并肩作战。然而穆红林反驳称灵动并不简单，提到他在密钥空间的行为，暗示他的实力不容小觑。柳白也赞同穆红林的看法，回顾了灵动短时间内从半部涅槃到度过涅槃劫和风雷劫的惊人成长，强调他同时度过2大劫难的不凡之处。2位男子听后开始重新评估灵动，对他的胆识和魄力表示敬佩。柳白还提到灵动曾施展的灵武学，对他的底牌和潜力表示好奇，甚至将他与传说中的天刀相提并论，显露出对灵动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兴趣。那半年后的百朝大战也真是让人越来越期待了，真想知道到时候又会有多少隐藏人物跳出来。柳白离开后，灵动带着小妍降落到莫林3人面前，将宗派印符交给他们。3人感激地接过印符，环顾四周，发现周围的王朝和强者已无动手之意，显然是因为灵动的存在而感到忌惮。莫林对灵动的成长感到惊讶，而灵动则谦虚地表示只是有些机缘而已。杜云提议灵动一同进入乾云派接受传承，但灵动婉拒了，表示远古秘藏中还有其他宗派传承，他不想占据莫林3人的名额。灵动决定护送他们进入遗迹，并在他们开始传承后离开，前往秘藏深处。莫林3人对灵动的帮助感动到痛哭流涕，看来跟随灵动是跟对了。灵动介绍了小妍给莫林3人，他们惊讶地发现小妍已经突破到涅槃境，从妖兽形态转变为人类。小妍的体型和力量让他们感到艳羡。随后莫林3人使用宗派印符打开了远古遗迹的光照，灵动和小妍一同进入，留下外界众人羡慕的目光。随着灵动和莫林3人进入远古遗迹，整个岛屿开始颤抖，遗迹在光幕的保护下神秘消失，令外界的众人只能无奈散去，继续寻找其他遗迹。灵动一行人则在遗迹内好奇地观察，发现一片古老广场和宗派殿宇。莫林3人对这远古宗派的环境感到好奇。不久后，殿宇中射出3道光芒，将他们笼罩并吸入大殿内，开始了他们的传承。灵动对此感到高兴，但也意识到这些宗派传承的重要性。在广场中，灵动发现一座石碑，上面记录着远古秘藏的信息。尽管部分信息因岁月而模糊，灵动仍从中获取了关键信息，如天罡联盟、108宗、16护法宗、4大玄宗等。这些信息让灵动意识到远古秘藏的规模之大，以及宗派联盟的强大。灵动推测乾云宗可能是16护法宗之一，而4大玄宗可能是联盟的最高掌控者，他们的传承无疑是最为宝贵的。他猜想柳白等人也可能是为了这些高级传承而来。灵动心中暗自思考，4宗殿可能是远古秘藏的核心所在，他渴望的生死转轮丹或许就在其中。灵动在确认莫林3人安全进入大殿接受传承后，没有在乾云宗遗迹中多停留，就离开了光幕。当他出来时，发现悬空岛周围的人已基本散去，他稍作观察，便带着小妍直奔远古秘藏的深处。此次遗迹之行，灵动并非一无所获，石碑上的信息让他对远古秘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甚至知道了一些通往深处的路线。有了明确的目标，灵动不再漫无目的地探索，而是专注于寻找最强大的传承——4玄宗的传承。灵动清楚，他对传承的追求并非易事。4玄宗作为天罡联盟的掌控者，其传承必然非同凡响。同时，对4玄宗传承感兴趣的人不止他一个，包括柳白这样的强者也在觊觎。要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获取4玄宗的传承，这太难了。灵动也知道，有意争夺4玄宗传承的王朝和强者，其实力和野心都将远超魔岩王朝和石坤，这使得他的路途充满了艰难和挑战。只是灵动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他抬头望向远方，
心中暗自发誓，无论怎样，他都要从四玄宗中获得一门传承，以此证明自己的远古秘藏之行并非徒劳。他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即使前路荆棘，也必将勇往直前。灵动在离开乾云宗遗迹后，便一心向着远古秘藏深处前进，不再因任何事情停留。他的速度快如闪电，即便途中遇到其他宗派遗迹的消息，也未曾动摇他的决心。随着他的深入，周围的原力愈发浓郁，空间的破碎迹象也愈发明显，空间裂缝如同死神的镰刀一般，令灵动不得不小心翼翼。深入远古秘藏的过程中，灵动发现周围的强者气息愈发强大，甚至偶尔能见到一元涅槃境的强者掠过。他知道，能够来到这里的都是西北地域的顶尖人物。当灵动感觉到空气温度的异常升高时，他明白自己已经接近了目的地。他抬头望去，只见前方的空间变得赤红一片，如同火烧云般挡住了去路。随着他的接近，那赤红火海的真相逐渐展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一片由涅槃之气凝聚而成的火焰海洋，名为涅槃焚天阵。涅槃焚天阵是远古宗派联盟用来守护秘藏深处的阵法，其火焰非同寻常，即使是涅槃境的强者也难以长时间在其中生存。灵动对此并不陌生，他在石碑上已经了解到了这一信息。小雕的提醒让灵动提高警惕，因为他知道这阵法的威力不容小觑。一些强者在火海外有些犹豫，但是最终选择冒险进入，显然四玄宗的传承对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没有迟疑，灵动和小妍一同冲进了火海。一进入火海，灵动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浪，他立刻调动精神力形成屏障，隔绝了这股热浪。在涅槃焚天阵中，任何涅槃之气的催动都可能引发自焚的危险，因此灵动和小妍都小心翼翼，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发火焰的力量。灵动利用自己的精神力形成屏障，抵御着涅槃之火的侵蚀。他和小妍化为红芒，迅速地向火海深处进发。在穿越的过程中，灵动始终保持警惕，他知道这火海不会如此轻易地让人通过的。不久后，灵动察觉到周围的涅槃之火中传来异动，随即发现一道道火光中包裹着的涅槃火雷向他们袭来。这些火雷由纯粹的涅槃之气凝聚而成，一旦爆炸，威力巨大。小雕及时提醒灵动不要硬碰这些火雷，否则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量火雷同时爆炸。在小雕的提醒下，灵动了解到自己可以利用吞噬祖符来吸收这些涅槃火雷。他迅速展开行动，释放出吞噬之力，将来袭的涅槃火雷尽数吸入黑洞之中。这些火雷在黑洞内爆炸，转化为澎湃的涅槃之气，被灵动吸收，淬炼着他的肉体。灵动和小妍在火海中的速度不减，将不断袭来的涅槃火雷转化为自身的能量。这种大胆的行为，若是被其他强者看到，必定会震惊不已。只是灵动的这种奔掠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他的大肆吸收最终引起了火海更深处的注意。当灵动的身形突然凝固时，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前方的涅槃之火中。在那里，一道淡黑色的火焰静静的悬浮，仿佛拥有灵智，不断的蠕动变化，显得极为神秘和诡异。灵动怔怔地望着这团淡黑色的火焰物质，头皮却是突然有些发麻起来，嘴巴干涩地动了动，片刻后方才有着低低的声音从喉咙间传出，这是涅槃魔炎。面对涅槃魔炎的威胁，灵动和小妍都进入了高度警戒的状态。小雕虽然提醒灵动涅槃魔炎的危险性，但也指出如果能掌控它，将成为强大的杀手锏。灵动清楚，涅槃魔炎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力量，它的融化之力足以摧毁任何强大的防御。小雕提到灵动手中的神秘石符，暗示这是对付涅槃魔炎的关键。在小雕的提示下，灵动意识到石符可能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在神秘石符出现的瞬间，涅槃魔炎仿佛感受到了威胁，迅速向灵动发起了攻击。面对涅槃魔炎的猛烈冲击，灵动迅速调动精神力构建屏障，但那看似坚不可摧的精神屏障在涅槃魔炎面前却如同薄纸一般轻易被融化。灵动真切地感受到了涅槃魔炎的恐怖，这种火焰的融化之力足以让任何强者谈之色变。在紧急关头，小雕终于出手，利用神秘石符的力量凝聚出一道白芒符文，成功地封印了涅槃魔炎。随着涅槃魔炎被封印，它的狂暴波动逐渐平息，最终悬浮在灵动面前，被石符的力量所镇压。灵动对收服涅槃魔炎的过程感到惊喜，他知道这将成为他日后对战中的一张王牌。小雕也提醒灵动，涅槃魔炎的威力足以令任何对手狼狈不堪。在远古秘藏的争夺中，涅槃魔炎将成为灵动的一大利器。利用涅槃魔炎的力量，灵动和小妍在火海中的速度大幅提升，他们仿佛与火海融为一体，悄无声息地穿梭其中。涅槃魔炎不仅隔绝了外界的威胁，还让灵动在火海中如鱼得水，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捉摸。然而就在灵动即将渡过涅槃焚天阵时，他突然发现火海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名黑影脚踏虚空，仿佛在涅槃焚天阵中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灵动感到震惊，这种能力在涅槃焚天阵中极为罕见，显然那道黑影的主人非同小可。小雕的声音在灵动心中响起，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和警惕。
灵动，小心！灵动迅速在火海中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身影，同时心中充满了疑惑和警惕。他注意到那2道身影的气息与远古战场上的其他强者有所不同，这让他不禁猜测这2人的真实身份。当灵动无意中听到那沙哑的声音提到东玄玉，他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明白自己可能无意中卷入了一场远超自己想象的争夺。这种层面的斗争，对于他这样一个来自小王朝的战士来说，无疑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灵动迅速做出决定。他知道自己无法参与这种层次的争斗，最好的选择是立即离开。只是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瞬间，他的隐匿出现了细微的波动，立刻引起了那2道身影的注意。一声冷喝如同来自九幽之下，令灵动的心头一紧。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灵动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施展出自己的全部速度，暴掠而出，试图逃离这片危险之地。灵动的心中充满了紧张和不安，他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成为了某些强大存在的注意焦点。灵动在火海中以闪电般速度逃离。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被2个神秘强者追踪时，他没有犹豫，立刻使用远古秘药遁入虚无。在秘药空间中，他和小妍度过了一段紧张的时间，直到确定那2个神秘人已经离开，他们才敢重新出现在火海中。小雕的出现为灵动提供了一些安慰，他告诉灵动那2个神秘人可能不是东玄玉的人，但灵动不再深究这个问题。他知道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避免卷入那些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争斗。在确认安全后，灵动和小妍继续前进，最终成功地渡过了涅槃焚天阵，抵达了远古秘藏的最深处。这里的景象壮观而古老，能感觉到这里隐藏着无数的秘密或宝藏。